囧哥今天化身股市专家，最近对全世界技术的关税，杀得我们世界措手不及。是你民进党措手不及。大家都知道川普要放关税核弹，今天亚洲的股市开盘大为崩溃，结果除了台股之外，亚洲股市全面禁扬，可是你民进党没能力，八囧连人家翻成中文他都看不懂啊。新加坡总理的回应影片都是全面反制，决裂脱钩美国。 The U.S. abandoning the entire system it had created. We will strengthen our network of partnership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新加坡已经意识到美国不会加帮，所以新加坡要找继续站在全球化贸易的伙伴。讲白了，就中国嘛，这个脑子是有什么问题？完全倒着解读意思啊！哦，八九是股海名单，看我们台湾股市只跌了那么一点点。我虽然住了套房，但是八九给我幸福。咕咕咕咕咕。从马英九的8000点股市到19000这个期间，长期来看，是亲美赚钱呢，还是赔钱呢？八囧讲的真好哦，小心鸟，八囧都乱讲。你们看那个图考，2016年以来，我们对美国的出超，一直到2024年还是输给中国。我不信，那是民进党财政部。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囧哥今天化身股市专家，股海明灯最强时代。最近对全世界技术的关税，杀得我们世界措手不及。没有措手不及哦，新加坡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是你民进党措手不及。大家都知道川普要放关税核弹，只是不知道他要放到什么程度，是你们没能力，是你们没程度。今天亚洲的股市开盘大为崩溃，不仅仅只有我们台湾新加坡中国 A 股什么日韩通通都是崩了最惨其实是台湾，直接崩10%。除了美股之外，台湾是跌停锁死。更好笑的来了，它牵扯全世界，结果除了美股还在震荡之外，亚洲股市全面禁扬，日经涨了6%，上海 A 股涨了1.58%，深圳综合指数涨了0.64%，韩国涨了0.26%，甚至连欧洲股市都做了回血。到时候在这一情况之下，台股继续跌爆，跌了772点。那我请问，为什么台股这么脆弱？因为过去几年，民进党把所有的鸡蛋都疯狂的往美国压啊，所以当然是你民进党造成的，还要骗。然后呢？但反观台湾蓝白的支持者，却把问题怪在台湾政府身上，非常的奇葩。干川普啊，为什么不敢干？赖清德总统发表了关于如何处理美国关税的这些问题。你知道赖清德在讲什么吗？全部讲空话，你知道吗？蓝白支持者却痛骂赖清德无能，甚至做了很多嘲讽的梗图。OK， 那我就想问你，请问依据蓝白的逻辑，我们现在就应该跟中共站在一起，全面反制美国，对吗？哇！我们的股海专家八囧不支持赖清德就是共匪，会有这种投资策略吗？人家涨海 A 股，今天涨了1.58%，直接拉回去，亚洲个股最强劲之一啊！而在军事方面呢，中共的解放军力强大，所以不要惹中共，听他的话才可以保得平安。不是啊，没有人要听中共的话，但问题共机每天来，你是瞎子吗？如果共机那么好打下来，都已经飞到毗连区了，一发火箭弹，一发熊山，几分钟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处理呢？股神八囧真厉害，叫他分析股票，一下扯中共，一下扯共军，你们怎么又认为台湾有这个本事跟这个本钱对抗世界第一经济的美国跟世界第一军事的美国呢？那欧盟干嘛要做关税反制？所以欧盟可以对抗得了美国吗？哇，他对关税跟股市的理解真的是太强了。我们台湾在10年前的选择的道路确实只有2条，一条是亲共，第2条是亲美。谁理你亲共跟亲美啊？新加坡的马凯硕都说维持好平衡。从马英九的8000点股市看到现在的2万1，今天跌到是19000。那你说我们从8000到19000这个期间，长期来看是亲美赚钱呢，还是赔钱呢？八囧，如果你不读书的话，你别信口开河，光这张图我就把八囧的脸给打烂了。2016年以来，我们对中国出超长期在600亿美元以上，最多的时候在蔡英文执政的2021年一度达到了1000亿美元啊。对美国的出超一直到2024年还是输给中国，而且这个是在政府极为刻意，再加上美国制裁中国，不准台湾半导体厂商把晶片卖到中国去，这超扯，乱讲到这种程度啊！好歹查一点点资料就好。而且未来许多国家肯定会跟美国达成协议，包含其中1条是对中共制裁扩大的关税。你确定吗？结果今天欧盟就直接开始跟美国对干了呢。日本现在也要跟美国对干了，欧盟报复性关税。15号开征，我不知道八囧到底在讲什么查点资料好不好？拜托，不要再误导那些小笨蛋。青鸟。八囧讲的真好哦，八囧是股海名单，早知道就听八囧的。你看我们台湾股市只跌了那么一点点，我虽然住了套房，但是八囧给我幸福。咕咕咕咕咕，小心鸟，八囧都乱讲。你们看那个图卡，
我不信，那是民进党财政部。青鸟醒醒啊！民进党告诉你，我们都在赚中国的红钱呐！那川普的做法确实太过激进跟猛烈。哦，你以美哦。但我认为啊，剑指中共的方向跟解决美国债务的问题是对的。你怎么知道川普剑指中共方向？还是剑指欧洲方向，还是剑指日本方向？川普才刚痛骂日本态度恶劣，他是剑指所有方向吧 ？They have treated the U.S. very poorly on trade. They don't take our cards, but we take millions of theirs. Likewise, agriculture and many other things, it all has to change, but especially with China. 看起来提了中国，结果都在痛骂日本。我知道八炯看不懂英文啊，他只会 hello 跟你好 ，nice to meet you。新加坡总理提到，这10几年以来啊，美国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的经济支柱，建立了明确的规则跟规范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让各国能自由的贸易互相共利共赢。那这个就是由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你真的知道世界贸易组织怎么诞生的吗？你知道 GATT 是什么吗？你知道我们大蔡总统就在写 GATT 的论文吗？当然，新加坡总理认为这个体系虽然不完整、不完美，新加坡跟许多国家早就呼吁应该要改革。这是新加坡总理5分钟影片大概说的话。你知道新加坡总理的重点是什么吗？很简单，但是也很复杂。 The era of rules-based globalization and free trade is over. We are entering a new phase, one that is more arbitrary, protectionist, and dangerous. 接下来是关税盛行的时代。八炯讲了一副好像新加坡在帮他背书一样，问题是他根本就不懂。蓝白支持者在发现拿中共洗地失败之后啊，最常再拿来洗地的例子就是新加坡啦，因为发现拿中共喷台湾啊，被完爆。那欧盟是白痴吗？到底哪里被完爆？大家看不起的是你赖总统就直接躺平了。你说现在只剩音乐，要吃润饼，要安心睡一觉，全部都是你官员搞出来的。谁跟你拿中共喷台湾啊？谁跟你拿新加坡洗地啊？人家是说新加坡做的很完善的准备，因为新加坡只苛征了10%的关税，新加坡也不是一个制造业强国，所以10%他当然选择不报复，因为10%对他来讲还在可承受之范围内嘛，都在瞎鸡巴乱洗一通。新加坡总理在这5分钟的回应影片里面，他的概念是小国应该保持警惕，强化伙伴关系，而不是蓝白说的全面反制、决裂脱钩美国。天哪，我觉得他看不懂。 Singapore and many others have long called for reform to update the rules and to make the system better. But what the US is doing now is not reform. It is abandoning the entire system it had create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s will suffer and global growth will slow. Singapore will take a bigger hit than others because of our heavy reliance on trade. No one can say h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ll unfold in the coming months or years, but we must be clear-eyed about the dangers that are building up in the world. Global institutions are getting weaker. International norms are eroding.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will act based on narrow self-interest and use force or pressure to get their way. This is the harsh reality of our world today. We will stay vigilant. We will build up our capabilities. We will strengthen our network of partnership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八炯连人家翻成中文他都看不懂啊！这里的 partnership 是谁？当然，他没有直接排除美国，但是如果你从前面看到后面，新加坡是支持国际化、支持全球化、支持贸易一体化的，要支持这样的才是我的 like-minded country。八炯不要说英文不好，他连中文都有问题啊！这人完全倒着解读意思啊！到底脑子是有什么问题呀？新加坡已经意识到美国不会加帮了，所以新加坡要找为了全球化贸易继续站在一起的伙伴。其实讲白了，就中国嘛，中国现在只对干美国，没跟世界其他国家搞任何关税。其实讲白了，美国现在对台湾搞关税，中国如果同时对台湾搞关税，台湾经济马上崩溃。但是中国并没有这样做。还有欧盟也是追求全球化的，世界前3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欧盟2个要搞。蓝白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请你们尽早转战中国 A 股，帮助习近平打造人民币霸权，取代美元地位。人民币就不可能成为人民币霸权，要成为霸权就要长期的贸易赤字。中国说实业兴邦，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制造业体系拉得非常高 ，GDP 的占比都超过30%。你自己去看看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对不对？我是知道八九是什么都不懂啦，但是我不知道他不懂的程度已经远超乎大家的想象了。
八九就是个造谣仔。他最近还在这个润去日本的中国反共网红那边下面留言说啊，对不起，我错了，我会深刻反省我的这个认知偏差。现在动到你的蛋糕，动到你的薪水，准备要查你这个老师是不是的时候，你就开始悔改。那没有关系啊，你如果真心悔改，那我们随时欢迎。彻头彻尾的造谣，欧桂芝老师已经去报案，而且在脸书上4月6号下午5点就已经 po 是造谣了。有人在 YouTube 上假冒我留言，哎，我只想说，聪明的网军孩子们，学习光明磊落做人真的不难，不要再抹黑，继续自己的心灵觉醒吧。八炯做影片是4月7号，你做影片都不用事先查证的吗？难道欧桂这脸书很难找吗？满口谎言，为了要流量，这些反共网红每一个人均造假，妈的造谣也够了吧，太多了吧，八炯，对不对？姑姑他们哈哈舔共欧桂芝，姑姑。他这个幡然悔悟，你看那些舔共者，姑姑在八炯的努力之下，姑姑我们必将胜利，姑姑姑姑姑，小鸟那是造谣啊，姑姑我不信，嘴硬就是这姑姑啊。还有八炯全篇影片最瞎的点，股市开盘呐，大为崩溃。而然，全世界包含美国民众，大部分都是把矛头指向川普。他说全世界他已经是看到这张假图，这张是左派媒体的造谣图，看起来人很多，对不对？我马上去查，也是左派媒体的《经济学人》，《经济学人》对川普可没有好辞色过啊。川普的民调现在不过就是46比51，请问川普的民调哪里崩啊？又在造谣，天天造谣不腻啊！八炯查点资料吧，好不好？所以我才讲八炯就是一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却制造很大造谣的威力。